男人从小只要一睡觉就会做噩梦，梦到一群石头人围着自己，一头鲸鱼在跟他对话。他一直搞不懂梦的寓意是什么，直至一种怪象的出现，他才明白似乎这个梦能救他的命。这天半夜，马克和朋友黑哥正在医院等候，对面瞌睡的老头突然口吐白沫，两人想叫醒一旁陪同的女人，却发现女人也晕了过去。他们连忙叫来护士，黑哥说这两人一睡着就这样了。护士好像想通了什么，立即冲到休息室。果不其然，刚刚说想要睡10分钟的同事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至此，他才明白今晚为何会有这么多突发情况。What happened? She was sleeping. That's when she died. She died in her sleep. 护士琳达怀疑是某种突发的病毒，能在睡觉时夺走人的生命。现如今医院内只剩她一位值班护士，以及马克和黑哥3位幸存者。为了避免这种不知名病毒的蔓延，他们决定到警局报案。半路，琳达发现事情好像比想象中严重。昔日繁华的街道怎么大清早一个人都没有？他连忙叫停黑哥下车查看，环顾四周，空无一人，比夜晚还安静。为了确认心中的猜想，他果断朝天射了一枪。然而这么大动静，居然没有一人出来查看。显然整个小镇的人都在昨晚的睡梦中离世了。马克想确认一下女友有没有出事，可惜电话怎么打都没人接听。琳达提议先不去警局，而是要去电台发广播通知那些值夜班还没睡的人。没想到关键时刻，黑哥的车不给力，冒出了阵阵白烟，最快也要20分钟才能修好。此时马克女友回了电话，马克想提醒女友不要睡觉，但对方因为跟他闹矛盾，压根没听进去，还说等他睡醒了再谈，接着便挂断了电话。见黑哥还没把车修好，马克唯有朝着女友家狂奔而去，愣是在短短的10分钟内跑了3公里赶到女友家。然而一睡觉就会死这种鬼话，女友并不相信，还跟马克吵了起来。直至黑哥和琳达来到电台发出广播，女友这才相信这是事实。 I couldn't sleep. I took pills. I took some sleeping pills. 为了不那么快睡着，女友把胃里的东西全吐了出来。马克捞了又捞，直至捞出2颗丸子才放下心来。之后几人又一次回到医院，折腾了半天，又是打电话又是四处寻找，除了找到一位幸存的老奶奶外，就再也找不出别的幸存者了。此时他们已经有30小时没睡了，再这样熬下去也不是办法。琳达说所有有关部门都没人接电话，现在能靠的只有自己了。为了弄清楚病毒是怎么一回事，他决定解剖一位死者。然而当他打开头盖骨的那一刻，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可怕。死者的脑额叶上居然印有一个3角形图案，就好似有人穿过头骨直接烙上去一样。而马克看到这一幕更是愣住了，因为他的胸口上也有3角形疤痕，那是他噩梦时梦游刻上去的。之后琳达告诉他们一件不为人知的事，曾经他在一家药厂的精神科当研发员，亲眼目睹过10几个类似的案例。当他想曝光此事时，药厂请了几个律师让他丢掉了执照，这就是他沦落到当夜班护士的原因。这么来看，琳达还是这方面的专家，只是当下的情况不是他一个人能解决的。 We want to be helpful, whatever you need. What I need? What I need is a team of the 100 best virologists, working around the clock for 18 months straight. Could you get me that? 没多久，琳达回到病房给老奶奶喂药。老奶奶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其他医护人员都去哪了？为什么我的家人没打电话给我？没办法，琳达跟老奶奶坦白了事实。得知真相的老奶奶做了一个决定，反正她患了不治之症，倒不如在临死前做出一点贡献。琳达将她送进了磁共振机，扫描测出了整个睡眠的并发过程。琳达发现老奶奶心跳停止之前，她的脑袋就进入了死亡状态。 She died during a dream. Maybe the dream killed her. 这一刻噩梦的景象反复在马克脑海闪现，思索了片刻，他问琳达：“老奶奶睡着后多久死亡的？”琳达回答：3分钟。马克说：“那我睡2分半钟，到点了你们把我叫醒，因为只有我在梦里见过那个符文，而且是从小就梦见，也许能在这2分半钟找出答案。”虽然听起来很荒谬，但如今别无他选，只能冒险一试。一切准备就绪，所有人围在床边静静地看着马克睡去。马克在一片草原中醒来，一只脚还被粗大的铁链铐住，无论他如何挣扎都无法挣脱。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个日夜，一辆汽车朝他缓缓驶了过来，车上下来的是他已逝的母亲。母亲说：“你应该口渴了，喝下这杯水吧。”水面上倒映着那个熟悉的3角形。马克有些不敢喝，但他实在太渴了。加上母亲的催促，最终他缓缓举起了水杯。却就在此时，远方出现了一个男人，同时天上飞来一头鲸鱼。只见男人做出一个分开的手势，母亲被控制住，步步退回了车里。男人让马克好好看看水杯，到底在里面看到了什么。 Have we met before? So many times. The time has come for you to join us. You must be hurried. The elephant will try and stop you. Where do we go? Aristera. 随着男人退去，马克看清了一些东西，一片经常梦见的山脉，山脉上有一栋建筑，
以及不远处的母亲，原来是一只大象怪伪装的。梦境发展到这，马克被同伴唤醒，他将梦中的经历告诉众人，并提议立即前往阿斯塔拉。虽然他也不是很清楚当中的寓意，但能确定的是到了那里就能安稳睡个好觉。大家听了之后都觉得很离谱，更何况去阿斯塔拉需要飞17个小时。马克问黑哥能不能带他们飞，黑哥说我只是去过飞行学校学习，但是没试过飞越半个地球啊。争论到这，琳达打断对话说，我们现在有60个小时没睡觉了，这种状态让黑哥开飞机简直比酒驾还要危险。马克说，可是我们这样下去也是死路一条啊，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在马克的再三请求下，众人最终还是接受了他的提议。收集足够的物资后，几人出发前往就近的机场，然而半路女友就撑不住昏睡了过去。见状，马克唯有给她注射肾上腺素，这才勉强躲过了一劫。很快他们来到了小型机场，黑哥在看过飞行说明书后，硬着头皮带着几人飞往了阿斯塔拉。然而当飞机进入云层时，女友又一次没撑住睡着了，而这一次并没有上次那么幸运，因为发现太迟，女友再也没醒过来。黑哥的情况越来越差，为了不睡觉，他又是咬自己，又是吸氧，又是扇巴掌，直至来到69小时时，他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琳达不得不给他注射。时间来到77小时，黑哥终于看到了阿斯塔拉岛。兴奋之余，他发现了另一个难题，岛上没有能降落的跑道，唯一的办法就是耗尽燃油，让飞机在海面上着陆。庆幸的是，3人都活了下来。马克凭着记忆中的画面，摸索翻越了一座又一座山脉。事情发展到这，疲惫不堪的3人再也撑不住了，视线开始变得扭曲起来。在经历了一阵非常抽象的梦境后，从一片草丛中醒来，总算是看到了耸立在山顶的庇护所。此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热情地将他们带回了庇护所。这里有着不少幸存者，男人告诉他们，这些人跟马克一样，有着在梦中感应到呼唤的能力。马克问道，是那个大象怪想杀掉我们吗？男人说，不一定是大象，大家梦到的怪物都是不一样的。说罢，他将马克带到了一个房间，而那个梦中指引他的老头早已在此等候多时。老头告诉马克，梦魔很早之前就想消灭人类，是守护神建起了一道墙守护着人类。你在梦里看到的鲸鱼就是我们的守护神，只是不知在什么时候，梦魔打破了这道守护墙，对人类展开了攻击。在这么多人里，你是最有潜质的那位，我需要你加入我们一起对付梦魔。马克一时听懵了，怀疑自己还处在梦境中。Is this a dream? Am I asleep? 老头说，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想要你加入，你却一直在逃跑。至此，马克才明白这些着装怪异的人并不是坏人，而是他梦中的守护者。见马克还是一知半解的样子，老头让他先好好睡一觉，明天再跟他详细解释。他们为3人准备了舒适温暖的房间。90个小时没睡的3人倒头就睡。马克临睡前看到天空飞过的鲸鱼，心中安稳了不少，却殊不知岛屿外的世界又是另一番景象。之前睡梦中死去的人统统醒了过来，他们眼里泛着三角形光芒，看样子是变成了梦魔的傀儡。